28年没有领土的问题，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藏了煤矿、稀土。第二个，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在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搞得国家四分五裂，结果现在被占领了。至于说你还想要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啊！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模糊。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是这个28年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二个安全，第3个债务跟削减制裁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然后卢森堡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二个就谈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在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四分五裂，发生战争。最后呢，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一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那经济学人呢，同样跟杨老师一样，不看好这份和平计划，并且他们是用尖锐的语气示警，说这28个提案
一旦落地的话，可能会造成乌克兰更加的脆弱，欧洲的更加分裂，美国也不安全。那么当中唯一的获利者就是俄罗斯了。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啊。那如果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来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观众朋友要怎么想象这个欧洲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国跟国的那个边界可能要改变了，世界地图要改。好，那攻打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丁如果真的这么轻松就下台，然后致谢下台一鞠躬，然后获得这么多好处，是不是给了他一张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证？舰长，你的看法？我们来讲到说这个，弗里曼讲的这个有关于慕尼黑协定的部分啊，其实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强通通同意了德国兼并这个苏台德地的这个部分啊。那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突然有了那个他的正义感，说要帮这个乌克兰出头啊，但是可能吗？那个他能提供乌克兰什么呢？你当初德国说好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呢？你先给嘛。那但是我们想到说啊，其实刚刚讲到有关于是不是俄罗斯未来会向西扩张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看，从那个1994年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完成之后，真正不断东扩的是北约啊。那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往西边走过啊，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库以及专家在讲说，真正的攻击性的这一个国际组织反而是北约。那俄罗斯还有这个底气吗？如果他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们看看战场上就好了。T-72的这种老旧的主战车都被拉到第一线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所有的装备几乎都已经要进出了嘛。那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我们就看现在了。我们看到这个库皮扬斯克的部分了，库皮扬斯克几乎等于也要即将陷落。那当然大家就讲说，小舰长，你讲了1年多的红军城，对啊，红军城现在被围了怎么样？红军城已经几乎完全陷落，没有陷落的只有一点点地区而已。那但是现在说要割地啊，那其实这个割地，其实这个问题回头就要问泽伦斯基了。俄乌的和平提案能否走向落幕？现在一个很关键，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啊。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美方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上国陆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也不重要，有没有上去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个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了权利已经被拿走了，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啦。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
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啊，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齐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啊，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啊，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他也不会随你便哦。那你说哦，批评这个什么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啊？那你说哎呀，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啊，那好，我继续打，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啊，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伦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啊，这2种情形而已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是，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啊，然后更觉得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啊，基于人权啊，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啊，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这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那些矿产都是骗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伦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哇，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啊，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伦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啊！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啊，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嘛？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弃长程武器。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
就由这样个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它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茨克啊，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它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回到 G8， 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哦，但是重建项目一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热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一半供乌克兰，一半卖回俄罗斯。好，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一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维持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校定28点。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好，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他的领土一直沦陷，他每一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一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山多啊，沦陷多啊。第三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山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扭转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盘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三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又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是好，回到战场上，我们要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形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皮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皮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你要讲和平呢，这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打。大家记不记得第二个是欧洲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能力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成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对。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
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哦。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哦，这是现在来讲的话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普京，我们可以讲说他也不是什么善类，也不是吃素的。你认为现在来讲，如果说红军城跟库皮扬斯，我们刚刚看到地图内线全部被打下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俄军会不会打得更多，要了更多的土地？我一直提醒大家记得一句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时候普京提的是什么条件？他说：“你们最主动退出整个顿巴斯，我就可以不去攻击赫尔松。”那现在反过来，他现在来讲自己把整个顿巴斯打下来了，那我会不会继续攻击赫尔松？他继续攻击赫尔松的目标是在哪里的？我认为是敖德萨。普丁他捧杀川普，原因为何？我们现在要来看在外交谈判的上面，普丁这回不用炮火，改用政治玫瑰。他这一次公开的向这个普丁来喊话了，他说：“世界在你川普的领导之下，让世界变得更加的和平。”我们等一下来解读为什么普丁会用这一招。当然了，现在战场的第一线持续俄罗斯猛烈的攻击乌克兰，就在美国越来越轻忽之际，我们先来看到几条战线。第一个，在6号这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数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1死3伤。再来，我们看到是俄罗斯更对泽伦斯基的家乡发动了导弹袭击，造成19人因此死亡，75人受伤。另外，俄罗斯也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顿涅茨克使用了空中炸弹，东部地区它获得了重要斩获。再来，我们再来看到最新消息，俄军针对了苏梅，抢占了当地25平方公里的土地哦。等一下都会请将军来特别带我们看。另一方面，欧洲也很紧张，因为俄罗斯正在波罗的海高调演习，一手打着刚刚我们提到的苏梅之外，也另外一手敲北欧国家。马克宏很紧张，他发出警告说，俄罗斯继续的拒绝和平，而且应祭出强而有力的行动，是我们接下来会做的。他也这边看到的是英法的军事首长，特别在这个时候到乌克兰去谈判了军事部署，在休战后要确保停火的协议。节目一开始，请将军来带我们看现在战况最激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哪个地方攻陷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再来就是说，现在欧洲国家不靠着美国自己撑得起来吗？将军怎么看？我们先看这个俄军攻占苏梅25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看到文字是这样叙述。那我用图来跟各位讲，这个图是3月14号我画的图哈。3月14号大家应该都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库斯克的地方，这个乌军来讲还领有这么大一片土地，到现在不到1个月，它就已经被赶出来了。那个时候这是3月14号，我推测这个俄乌两军的可能行动，他们可能战术行动。我认为俄军来讲的话，一定会采取所谓战场追击哈，这边战场追击。那乌军来讲的话，就主动被迫脱离战斗，然后这边建立防御阵地。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认为俄军还有一支部队一定会所谓的迂回追击，就直接到苏梅来切断你的后路。那现在来讲，这25平方公里就是什么？就是这边就切进来，切进来。那这边来讲也已经彻底被退回来。那你看这边又切进来，从这边又切进来，那是不是这个乌军来讲，在库斯克尔这场战役来讲的话，那不是说是要换取一些战场土地哦，它是在这边整个彻底被歼灭。所以各位听到了，不管是说这个乌克兰有17个旅被团灭啦，或者是一天伤亡到1-2千人啦，或者是说1周伤亡1万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这就3月14号到现在的战况。那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俄军要去打这个泽伦斯基的家乡哈？当然我们一定要知道泽伦斯基家乡在什么地方，你后续才能研判说双方军事行动。我相信打他家乡应该是不是要斩首作战的，因为泽伦斯基现在是在基辅，不会在他家乡里面。那我们看他家乡在哪里？这是涅伯河，在涅伯河以东哈。这场攻击行动，他对谁发动攻击？对他们的国安高层、情报人员、指挥阶层来发动攻击，用导弹攻击。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斩首作战，
打你的直管通勤。是那为什么要打过涅伯河用导弹攻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在我们军事来讲，这叫先期作战。就我要攻击你越河攻击之前，我先削弱你的战力。削弱战力最有效、最精准的方法，就是将你的指挥、这个领导还有情报阶层斩首掉。所以在这边被打掉的，除了说是这个乌克兰自己本身的高阶指挥官之外，还有很多雇佣军被打掉。雇佣军就是在那边协助他作战，提供他们情报的嘛。也因此，如果说这边就已经产生攻击行动，先期作战来讲的话，那下面是什么呢？尼古拉耶夫是一个港口，在旁边尼古拉耶夫旁边是什么呢？就是敖德萨港口。所以我们回到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普丁就是打敖德萨哈，他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可能除了说涅伯河之外，我觉得他野心可能会更大，他会不会要将他打到一个内陆国，譬如说打到敖德萨，这种可能性都很高。所以现在来讲，战场的一个军事这个部门的状况，大概双方来讲，很明显的是这个俄罗斯占有绝对的优势。将军又怎么看？接下来欧洲国家有办法来自己对抗吗？欧洲国家有什么办法？法国只有100多架飞机啊，他的飞机他战车200多辆，他连波兰的数量都还没多。这个俄罗斯被击毁的战车就1000多辆，我被击毁都比你现在的多。你认为英国跟法国还有德国有什么能力？由于是说这个北约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想法。好，有些人要打，有些人不打，有些人想要求自保，甚至有些人想要去买便宜的天然气。所以我觉得北约这些国家，马克宏讲这话只是这个虚装。半夜吹口哨，夜半吹口哨，自我壮胆而已。那事实上，就军事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但是我也不认为说是普京打了3年仗，他还有能力去打北约，我觉得不太会了。他可能就是这场仗达到他的原来的战略目标，就是获得他乌克兰的安全，拿下乌克兰之后，然后确保他自己俄罗斯本土的国家安全之后，应该就可以看到这个和谈的曙光。好，谢谢将军。那再来，我们看到在外交的谈判上面，刚刚提到了嘛，这个普丁突然间向川普喊话。他说，在川普的领导下，让世界更和平了。他还说，川普是最安心的领袖。那川普怎么回敬？他说：“我是你的超级粉丝。”好，委员你怎么看这个普丁刻意捧川普这一次的目的是什么？美俄关系真的这么好吗？在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来解读的地方？这两个老男人公开放闪，会不会太恶心了一点？这是在一种政治人物传达讯息的。普丁这个人厉害是什么地方？该软的时候他会软，该硬的时候他比谁都硬，而且软的对象、硬的对象，他操作的非常有弹性，非常的顺遂啊，一点像行云流水一样。举个例子，他以前怎么说拜登的，现在怎么说川普？两相对照，差距有够大。他对泽伦斯基是一种态度，对扎内路内又另外一种态度。为什么？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在对川普递玫瑰花，川普就给他递什么？这个所谓的兰花，两个人们谈情说爱。那至于所谓的川普这一次的对等关税没有克俄罗斯，表面上是说他对俄罗斯表达一个谈判的一个空间，事实上根本无关紧要。为什么？去年俄罗斯出口到美国只有50亿美金俄罗斯出口到中国是上快2000亿美金光赚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就赚了快要600亿那他才整个卖到美国才50亿美金，卖什么呢？钻石，卖什么？还有卖一些中国买不到的稀有金属，他跑去跟俄罗斯买。那俄罗斯产量不大，能有多少卖多少嘛，那至少也补足了美国军工业一部分的需要，还有跟俄罗斯进口什么木材，还有化肥。如果以后那个加拿大课关税不卖给美国，或用高关税卖给美国的话，他也只能乖乖跟俄罗斯买。为什么？全世界木材产地最大不是加拿大就是俄罗斯其他没了所以你能对俄罗斯课什么关税你课没办法，白搭一场，就跟马达加斯加课关税一样，没什么用没什么用但这一场这个普丁对于乌克兰，对于泽伦斯基会加大军事的攻势，但是不是现在。他应该会等到夏季开始大规模的攻势，所以现在普丁的这个去年冬季的攻势刚结束，很多的部队都在休整当中，所以说用远程火炮啦，用导弹啦，用空袭他的陆军部队说难听点还在 QK 的，还没醒来所以普丁用兵真是如神这一点泽伦斯基有点不及
好，所以我们看到夏季的攻势还没展开之前，这几天真的是炮火猛烈哦，针对这个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已经造成许多的平民伤亡。那这时候呢，这个泽伦斯基就出来痛批美国说，对于俄军的行动只字未提，甚至连 Russia 这个俄罗斯这个字你都不敢说出口，呛这个美国说你越来越软弱了，你这样还算是盟友吗？针对泽伦斯基的说法，杨老师怎么看？但美国现在难道对于这场俄乌战事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是战略上面的转向，还是有其他的考量？我觉得川普啊，他的脑袋是比较直线性的，他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去处理太多很关键的议题，然后呢，他能够很清楚的掌握。前一阵子他在处理俄乌战争。我看到他的作为，但是呢，他自己都不太清楚，应该到底是先黑海和平，还是基础建设和平，还是全面的这个停火和平？哦，那虽然喊出来这3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呢，普丁之间呢跟他在做不断的这种就是交涉，然后他又另起炉灶，现在搞了一个川普这个关税战。那你就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年底的时候，俄罗斯的股票735点。到了今年3月，也就是在川普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涨了最高点1250点。哦，然后但从1250点这一阵就开始在下跌。那受了川普这个关税战的影响呢，这1、2天也在跌。所以呢，我觉得普丁大概都了解，其实这个他跟美国之间在经济上、跟欧洲之间在安全上的议题已经不像以前这么的贴近。也就是说，他这个战争其实完全他自己掌控的。其实战争对他的有利，国际经济是国内经济反而是好。你在跟美国在谈的时候呢，在要去处理到乌克兰或者是跟欧洲安全问题的时候呢，你经济的层面反而不一定像你想象中突然觉得好像问题都会解决，反而是很复杂的，不像是川普所想象说你只要答应停火，我们就可以停火。可这时候对川普而言，他别无选项，因为他必须要让普丁来决定，因为牌都在他这边，他是在战场上取得有利的一方，而他目前也是募兵达到最高点，然后同时呢，他也开始更进一步针对完全失去士气而几乎要瓦解的乌克兰的士兵跟他的这个体制，在做所谓的这个攻击，而进一步的取得就是说这个土地以及相关的这种就是有利于乌克兰、有利于俄罗斯未来在川普从关税战醒来之后，在面对俄乌战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醒来了哈，但是他总要一天面对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事实上普丁更占上风。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这场战争接下来收尾的重点，就是在这一份矿产协议了。关键的日期就是在2月28号这一天，这个泽伦斯基会来找川普正式的签下这一份稀土协议。在稀土协议还没有正式的签署之前，我们来看到川普又是语出惊人了。他说了什么话？他说：“我不会做出过多的安全保证，针对乌克兰的部分，我们将会让欧洲来做这一件事情。”他还说：“乌克兰。”你可以忘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了吧？而且他还特别讲了，就是说美国没有要特别去介入帮助乌克兰，那么协议本身将为乌克兰提供自动安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美国人在那里的时候，其他人就不敢在这边胡作非为。好，基辅独立报也特别做了一个爆料，我们来看到基辅独立报怎么说。他说，其实美乌已经设立了一个共同基金，接下来乌克兰将会投入50%的国有矿产作为收益，也就是说，未来赚的钱都会投入在这一份基金里面，用作未来乌克兰在战后的重建，也为美国的经济持续带来收益跟回报。我们盘点这一次川普说了许多的大白话，重点来了，就是说美国第一个，我不会提供你乌克兰最安全的保障；第二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而且第三个，矿产5%的收益都是给我们美国人。这听起来是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是不平等了。因为他所谓的设立一个共同的基金美乌共同基金。然后他又提到说，他会把他的矿产收益50%就一半，放在他的乌克兰的战后的重建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他一定要上缴另外一半给美国嘛。这个言下之意不是摆得很明白吗？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矿产所收益的钱有一半就要给美国了，那另外一半才留下来乌克兰自己用。但是天花板在哪里？没有那这个是丧权辱国这难怪
川普会开心的不得了，说，我拿到的已经不只是5000亿啊，我拿的是1兆啊，1兆美元啊，那这意思也就是说我获得的更多了啊。当初你羞辱我的财政部部长啊，然后呢又拒绝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跟我的范斯签这个协议，那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负荆请罪，带着你的土地，然后跑到我白宫来，然后给我献上你的土地，那我笑纳就大王笑纳，我就丢在一边，说好，那就这样办吧。那没有上限，那等于是未来他们所画出来的那些矿产的基地要共同开发的，这个收益的钱一半都要给美国人带走。我觉得这个到底上限门槛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了。那另外，这个您提到的川普所说的这个自动安全，其实这个自动安全在叙利亚北部也发生过。美国严格上来讲，叙利亚的内战是美国所策动的，但是那是在奥巴马时代奥巴马时代他也在推动一个叙利亚的内战，然后他本身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如果叙利亚的内战有哪一方使用例如说这个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话，那美军将要参战。果然第二天就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了，最后证明是肥皂泡沫也就是不是化学武器。但是当时就媒体记者就问说，现在叙利亚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了当时就是那些白头盔的那些人嘛。那我们也都知道白头盔都是谁养的嘛，可能到最后这个蔡委员还要告诉我们 USAID 干了很多事，说不定也包括了白头盔在里面。好，那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当时就抖出这个讯息来，这个讯息来抖出来以后，美国人就来问奥巴马了，结果俄罗斯把他的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放在这个叙利亚的门口外面港口前，说谁来的话我就给你发动攻击，那就是核战。后来奥巴马总统时代的时候不敢介入了叙利亚的内战，但是即使他没有介入叙利亚的内战没有支持反抗军跟政府军对打，可是最后奥巴马还是把他的美军派进这个叙利亚的北部，在库尔德区里面，在库尔德占领区，就是库尔德自治区中，美军进去了，控制了一大片土地，那一大片土地就是油田。那美军控制了那个油田呢，以后就开始抽油了，然后把油转到土耳其去把它卖掉。而美军的占领油田的地方，就是非交战区，也就是只要有美军占领的那块油田，俄国就不去打它。只要有俄军的所在地，美军就没有去攻击这个叙利亚的俄军的所在地。那两强彼此之间都在叙利亚，可是俄罗斯是叙利亚政府邀请的。然后美国是没有人邀请的，他就自己就跑过去了。那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是叙利亚政府邀请进入他的国土，一个是这个非法入侵的，然后也占领了这块地，占领了这块油田，他开始抽油的时候，果然俄国没有去打他，叙利亚也不敢打他，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把那油田的油就抽了以后就卖出去了嘛，作为他的军费使用。这个就是美国人所使用的方法，在过去有这么一个经验，所以川普讲的就是这段经验嘛，同一招，也就是说，你一旦把这个土地跟我签了，这块土地，因为我们知道矿产不会很小，可能一大片，那他就画出一大片，所以你看，这个泽连斯基画的都是乌东地区，画的都是乌东地区第聂伯河这个附近，然后画了这么一大块地的时候，那就变成是当川普画出来的这块地，他就会告诉俄国人说，这块地已经是我的了，那我的厂商在那边那个开采了，你不要动你怎么打都可以，但是那块地方就不要打，这个叫做自动安全嘛。好，所以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讲的，就是接下来战争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的现象，就是美国可能就会占据在这个矿产区这边，但是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同样是在战后乌克兰这边，可能还会出现的不只是美国，还有欧洲吗？因为现在呢，欧洲也说要派他们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到乌克兰。先前大家还记得吗？川普不是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说，这个
普丁针对这件事情是持开放的态度嘛？但是最近又突然间被打脸。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长，我们看到他怎么说。拉夫罗夫公开表示说，我们俄方是不可能接受这个欧洲组成维和部队进驻在乌克兰的。他还说这是一个欺敌的手段。他说川普嘛，目的是向基辅来提供更多的武器。所以拉夫罗夫是在说川普吗？说他在玩欺敌。那如果是欺敌的话，到底是欺骗了法国总统马克宏还是普丁呢？我们也来进一步假设，如果真的欧洲派了维和部队进驻在乌克兰，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引爆俄乌之间的全面冲突？委员怎么看？俄乌会不会再发生冲突，完全是决定于乌克兰内部的形势变化，而不是欧洲国家的维和部队。欧洲国家派维和部队也要有身份，第一种身份是由联合国安理会做成决议，在这个地方派欧洲的维和部队，组成由欧洲人自己负责。那如果是联合国安理会要通过的话，那明显的俄罗斯要点头。俄罗斯不点头，安理会是不会通过这个决议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由欧盟直接跟俄罗斯达成协议，跟乌克兰达成协议。因为你如果派维和部队，没有两方面当事人同意的话，这个也不可行。那乌克兰大概不会拒绝，可是普丁就有权利挑三拣四。第一个找谁组成啊？第二个什么装备啊？第三个在什么据点啊？第四个活动方式怎么样的？那如果是全部由俄罗斯同意的话，那这个维和部队有跟没有也是差不多。对啊。那为什么说是欺敌策略呢？因为里面最积极的想要介入这个局面的，哎呀，我还要派兵5000名到乌克兰，谁啊？马克宏啊。然后说我要派维和部队，谁喊最大声？马克宏啊。都是他。都是他。那竟然都是你啊！川普很巧妙，不跟你吵了。你不是很有兴趣吗？他就故意放个消息，普丁持开放的态度。什么叫开放的态度？可不可由普丁决定啊？那你自己马克宏自己去碰钉子看看。很可能马克宏会被普丁整个这个洗把脸，洗把脸。因为俄乌战争其实就是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的战争，针对北约的战争。你如果北约的战争是这样打法的话，那欧洲还能够派维和部队吗？还是说欧洲国家大国不准派，叫立陶宛派或者叫这波罗的海国家派，那就等于警察了，没什么太大意义。过去的案例来讲，维和部队都是轻装部队，轻装部队就是不太管用，就像黎巴嫩南部一样，联合国正式派遣了维和部队，以色列怎么打他也没用啊，他只是说我站在这里我不让步，可是以色列军队过去他也不会去阻拦，所以形成维和不维和的部队。那我们只能说会不会引爆全面冲突啊？基本上不会，因为军事是政治的延长，没有所谓欧洲跟俄罗斯可以爆发冲突的政治原因。那剩下就是乌克兰内部自己，因为俄罗斯很清楚啊，第一个要铲除乌克兰内部的反俄势力啊，你可以不亲俄没关系，你不能反俄。来，这个反俄的势力有军事有政治的，目前大概也被清除的差不多了。好，所以在政治啊上面，这个各方的筹码都已经提出来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也在最后的阶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他现在在加强自己在第一线战场的力道，他现在投入了他的最多的精锐部队。这是来自于美国智库所做的，指出俄罗斯现在最精锐的就是他的莫斯科的军区都已经开始参战了，这当中包括了第20级的军团，这是负责保护克里姆林宫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第44集团军。这个是负责对抗北约的，现在全部都投入了，主要的兵力跟主力全部投入在这场战局当中，会对于接下来的战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最后还想要打下哪些地方？总编怎么看？志明，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战局，俄罗斯其实还是占有战场的主动权，特别是不只是在这个库尔斯克，还有像这个红军城，也就是顿涅茨克这个方向，另外在扎波罗热等等。多个战线，其实俄军都有非常积极的一个攻势。那这次其实他调派了莫斯科军区，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其实他不是全部派去，他是折一部分部队精锐到这个俄乌战场。其实除了充实前线部队的有生力量以外，最重要就是让相关的部队获得实战的一个经验，
作为精锐，你没有打过仗，你怎么叫做精锐呢？因此他也有这种为重要部队累积实际作战能力这样的一个用意。但总体来讲，其实俄罗斯他的做法，我认为是非常聪明的。我谈归谈，但我战场上持续给你压力。对，特别是乌克兰最希望把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变成他的谈判筹码。你是筹码，对我来讲，我就是让你在这个地方失更多的血。让你知道你这样挺下去没有意义，让迫使你在和谈的谈判桌上更多的满足俄罗斯方面他的希望，他想获得的战场如果还是节节胜利，给你很大的压力，那最终乌军在很多方面必须要买单，被迫城下之谋。因此我认为俄军此举主要就部队的轮换，增加有生力量，让这个部队累积了实战以后，从这个一些部队里面，包括有能力的将领，未来重点拔擢，还有就是让这个部队实战能力更强。那更重要就是，我认为战局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俄国来讲，还是以减少伤亡，然后逐步缓慢推进为主。他应该还是不会采取一个大攻势这种大穿插，毕竟战局打到这个份上，更多的是配合谈判桌这种攻防的一个作为。